山神在上，今以国际，尽其垂礼，幼吾等安，福为上享。云儿，我走了之后有件事一定要去办。1年之后回谢家村祭拜山神。爷爷放心，我一定会去办的。切记，进山祭拜者年龄只能是22、35及48岁。岁数不符者进山，十死无生。一定要遵守山神的规矩，切记。谢氏祠堂外姓莫入，就到这儿吧。是。哎，这是干啥？走，赶紧去看看。外乡人，你是什么人？大晚上的来我们谢家村干什么？我叫谢云，遵从我爷爷谢卫平遗愿，回来祭拜。谢卫平，20年前私自离村那个，我记得他是大强家二叔啊。谢云，当年你爷爷带着你们一家3口和家里的财产私自出逃，在外面享福，留我们在村里边受苦。如今你胆敢回来，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哼，丫头啊，你带这么多东西回村儿，也不先来看看长辈，反倒要祭什么神，真是一点礼数都没有。当初你们将我爷爷逼出村子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找我要钱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就算你爷爷是被逼走的，那也是我们谢家村的人，就应该替村里做贡献。老子看你还有几分姿色，不如把你卖了，替你爷爷还债啊！敢动我一下，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还有钱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给钱？爷爷让我进山祭拜山神，需要随行6人一起抬祭品。随我进山者，酬劳1人10万。10万！10万！进山一趟就有10万！我10年也赚不了这么多呀！侄女儿啊，你确定我们帮你抬祭品上山，1人就有10万？当然。谢卫平那个老东西，当年不帮我们，现在这么有钱，看我不狠狠宰你孙女一把！妈，有了这10万，我不仅能还清赌债，而且我还能玩很久呢！哎呀，那咱等什么呀？赶紧上山吧！别着急呀，进山有进山的规矩。此次进山，只要22、35以及48岁，不符合年龄不能进山。这是哪儿来的规矩啊？以前上山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他娘的，臭娘们儿，你是不是就不想让我们挣钱呢？哎，我们按规矩来，按规矩来。什么破规矩？不过年龄符不符合，我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。愿意进山的，明晚子时在此集合，由我亲自挑选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不符合年龄私自进山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9月的天儿怎么下雪了呢？真奇怪。是啊，9月真他妈邪门儿。山神在上，愿以钱薪换山神庇佑，仅此启程，福为上享。谢云妹妹，你说进山就有10万，这口说无凭，
哎，我们得见到剑前才行啊。就是啊，哎，对呀，侄女儿，要不你先给我们打点定金？我自然知道空口无凭，谁想进山，要先签了这张生死契。这上面写明了，除了10万块钱报酬之外，谁如果因为不守规则触怒山神丧命，后果自负。还有生死契，难不成上个山真他妈能死人啊？我好像记得这个山上好像确实有个什么山神，而且还是条大蟒蛇。放屁！山上的山洞，老子又不是没去过，那不就是一个大一点、深一点的山洞吗？哪有什么山神呢？谢云妹妹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迷信呢？就凭你还是大城市回来的，哎，跟个傻子一样。哎呀，我不怕，我去。我也签。啊！老子他妈还没签呢，你们签什么呀？别他妈急。我先来啊！我再提醒你们一次，除了22岁、35岁以及48岁的年龄之外，其余人不允许上山。如果因为此触怒了山神，必定死无全尸。哎，我说大侄女儿，我们一家都符合。我和老谢，俺们俩48岁，这谢龙谢虎一个年头一个年尾，都是22岁。不对吧？我记得谢虎他……你，我先签。哼，哎，这雪怎么又停了呢？这雪怎么停了还？时辰已到，进山祭神。臭婊子，拿个花装的跟真的一样，等拿到钱，老子再把你卖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不符合年龄要求的，现在想要回去还有活命的机会，否则死在山里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谢云妹妹，我可是大学生，是相信科学的，那些封建迷信都是骗人的而已。不是我说，你这娘们儿逼逼叨一路了，你烦不烦呐？赶紧走，我还等着钱回去打牌呢。你要是心疼钱，一开始就不要吹牛。我们字儿都签了，就算是不让进山，这10万块钱你还得给。就是啊，你就是后悔了，这个钱也得给。要拿钱就别废话。你他妈的！虎儿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侄女儿，没关系，我们没意见，赶紧进山吧。小畜生，好歹我也是你大爷，见面到现在一点好脸色都没有。等拿到钱，让你看看老娘的手段。时辰已到，进山祭神。啊！好大的蛇蜕！这怎么有这么大的蛇蜕？这得多大的蛇才能蜕出这么大的皮啊？是啊，这么大的蛇，这山神据说就是一条巨蟒，这不会真的是山神吧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蛇蜕就是山神最后的警告，不符合年龄的，再往前走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净放屁！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什么蛇虫蚁兽我没见过，那不过就是一条大一点的蛇而已。他只要敢露面，我就敢放他的血，取他的蛇胆泡酒喝。大胆！谢虎，你这是在触怒山神！你想死吗？臭娘们儿，你少在这吓唬老子啊！我看你就是不想给钱，在这装神弄鬼呢你。哼，我之前在书里见过，有些蛇为了恐吓天敌，在蜕皮的时候故意把蛇蜕撑大，就是为了虚张声势。大家都不要怕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10万块你必须得给。对，这祭祀品我们都端了半天了，这钱你必须得给啊！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等触怒了山神，你们1个2个都别想跑掉。嘿，
你个臭娘们儿，赶紧进山，别耽误老子打牌挣钱。走。这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风啊？难道真是惹怒了山神？放屁！老子不信，不就是一阵风吗？走。钱，我的钱！三钱！我的钱都别抢，都别给我抢，这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钱。都住手！啊！有人触怒了山神，这是山神留下的买命钱，谁捡了，山神就来索谁的命。谢云，你他妈别吓唬我啊！你今天要是敢拦着我发财，你看我弄死你！你们都是傻子吗？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钱啊？谢云妹妹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曾经村里有记载，有一架专门运钞的飞机坠落到我们山里，现在还没有找到。这钱肯定是从那运钞机里刮出来的。谢云，你不让我们捡钱，不会是自己想派人来捡吧？说什么祭拜山神，不会就是来找那架运钞机的吧？哦，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进趟山给10万块钱？原来你有更大的图谋！臭娘们儿，说，你是不是知道那飞机在哪儿啊？侄女啊，要不你把这些人都散了吧？咱们才是自己人呐！真要找到那架运钞机了，咱们一人一半。一派胡言，都不相信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啊！我的钱！我的钱怎么变成冥币了？谢云刚才撒的是雄黄，这钱难不成真的是巨蟒上神留下来的买命钱？这不过是谢云用的障眼法罢了。我知道有一种魔术可以把钱变成纸张，他肯定用了类似手段。啊，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当年你爷爷偷我们的钱，现在你又回我们的钱。谢云，我不管你用的什么妖术，你敢回我的钱，我就弄死你！儿子，别冲动，拿到钱再说。买命钱，有命拿没命花。你们要是现在扔掉还来得及，如果你们不听我的，10万块钱1分也别想拿到。山里的钱确实有些邪乎，而且咱们捡了这么半天，也捡不了10万。我还是要拿10万块钱吧。对，拿10万。你们两个废物，一点障眼法就被吓坏了啊！这发财的机会摆在面前，都不知道珍惜啊！傻儿子，这不正好吗？等拿到谢云的10万块钱，咱们再回来把这些钱都捡回去。哎，来，哎呦，放财归山，以平神怒，愿以钱心敬拜山神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难道说这是山神的叫声？不好，是山神发怒了。难道真的是山神要来吃我们了？怎么办？什么山神吃人啊？这不过就是山里的一声野兽叫，山里的野兽多了，瞧把你们给吓的，真是废物！山神震怒之后便会驾雪而至，吃掉触怒他的人。现在补救还来得及，一旦下雪那就晚了。你别在这吓唬人了，什么驾雪而至？你怎么不说山神会飞呢？直接从天上飞下来不好吗？
你个小屁孩还敢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，老子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。这虫鸣兽吼、下雨下雪是自然规律，不是什么灵异现象，肯定是你们被这谢云忽悠了。对，我就不信了，这9月的天会下雪。要是真下雪了，我就跪地上磕3个响头给你。苏大雷啊，难道说真要下雪？完了，要真是山神降临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法格雷就想吓唬我，真以为老子是吓大的。雪，这真的下雪了！难道真的是山神降临，要来使我们了？这不可能！谢云，是不是你提前看了天气预报？提前就知道要下雪，对不对？你肯定是看了天气预报，要不就是巧合。对，这绝对是巧合。这山里天气本来就阴晴不定的，突然下雪也很正常的。我不想死啊！怕什么？这不就下了个雪吗？走，找个山洞进去避避就得了。走。哎呀，这雪下的也太巧合了。就算没有山神，这么大的雪也很危险啊。哎，你还都来了，不就是一场雪吗？难道那10万块钱你不想要了？你敢私藏买命钱？你要因为这点钱让我们所有人都给你赔命吗？什么买命钱？谢云，你放屁！我看你就是想独吞。这钱你们拿着也没有用，山神还会收回去。一旦这钱从你们手里收回去，接下来就是收你的命了。你放屁！这钱在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。对，这钱已经到老子手里面了，就是老子的，谁都拿不走。快看，谢虎他们的钱变成了冥币啊！难不成真让他谢云说中了？这是山神的买命钱啊！我的钱！谢云，这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快把钱还给我！刚才好好的，怎么闹地震了？山神震怒了，不想死的，赶紧把钱给我扔了！日月神辉，药制玉米，影无身形，遁迹无踪。哼，什么山神出动啊？山里下点雪，出点动静，不很正常吗？就是，没错，就这还是外面来的大老板呢，比我们村里人都没见识。这么大的雪还跑到外面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蛇，有蛇！救命啊！山神来了！天遮地闭，鬼神难寻。小女子诚心祈祷，敬请山神息怒。有蛇！救命啊！山神来了！蛇！等一下，这不是蛇！操他娘的！刚才哪个孙子喊了一嗓子，吓死老子了！早就说了要相信科学，哪有什么山神鬼怪的？我看你们都是被谢云的神经病着了道了。他娘的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一直在这神神叨叨的，我们怎么会被吓成这样？就是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被一个石头吓成这样。都怪你这个神经病！都给我闭嘴！这就是山神，进山祭拜，路遇山神雕像必须叩首，否则山神降怒，必定葬身蛇腹。刚才是谁偷偷藏了钱？你赶紧给我拿出来，否则山神降怒，谁都救不了你们。
他娘的，你还演是吧？演上瘾了你？你不是说这有什么山神吗？哪儿呢？对，都是因为你，害我摔了一跤。这医药费你要赔偿。哦，对，你要赔偿我们，要赔我们那个什么？妈，你是想说精神损失费是吧？对，精神损失费。谢云，你故意在这装神弄鬼吓我们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赔我们精神损失费。对，必须赔偿，否则今天我们不会饶过你。一群蠢货，还想要赔偿？山神没有出现，是因为我救了你们。不是，我说谢云，你搁这装什么呢你的谎言早就被我们戳破了，赶紧赔钱。就是，谢云妹妹，不说其他的，你那点把戏骗骗小孩子也就算了，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，别卖弄这些了。就是，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。赶紧赔我医药费，还有我们的精神损失费，也要赔。蠢货！要不是我在洞外撒了雄黄粉，你们以为山神会不来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你把我们当傻子呢？就你那点雄黄粉，顶个屁用！对，谢云妹妹，暂且不说其他的，那雄黄粉要是对付得了山神，那我们还怕山神干嘛呢？对啊，你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？这正是我所要说的，雄黄粉只能抵挡山神片刻。如果现在找出触怒山神的人，说不定还有救。是谁触怒了山神？赶紧自己站出来，不要因为这点钱拖着我们所有人都一起死。谢云，到现在还给我装模作样了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哼，侄女儿，你赶紧早点答应，赔点钱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谢云妹妹，你生得这么漂亮，脸要被刮花了，可就不好看了。哼，谢云，今天这钱你不给也要给，我就不信这刀子割进你的肉里，你能受得了？当年你爷爷从我们家偷的钱，今天就应该由你来偿还。就是，你家那么有钱，这点钱应该也能拿得出来。对呀，要是因为这点钱丢了性命，那可就不值当嘛。你们这群人可真够无耻的！无耻？你现在这么说，是不是有点晚了呀？谢云，你现在就有2个选择：一是赔钱，2是被我折磨完之后再赔钱。我答应，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什么，我可以。哎呀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侄女儿啊，不是我说你早点答应把钱赔给我们不就得了吗？何必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？切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可以给钱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臭娘们儿，你还敢提条件？信不信我剁了你？哎，虎儿，别冲动，拿钱最重要。侄女儿啊，什么条件你说，我们都答应。你们屡次惹怒山神，为了平息山神的愤怒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必须3步1叩首，直到到达祭祀的山神洞为止。不可能！你这个臭娘们儿，从这儿到山神洞至少还有5里路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想报复。就是啊，侄女儿，你看这1步3叩首确实有点难，要不你换个条件？是啊，这要真3步1叩首，到了山神洞我们就废了。就这个条件，答应就出发，不答应，反正你们已经惹怒了山神，到时候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，还会丢了性命。操你个臭娘们儿，敢威胁我们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哎，答应，我们都答应。妈，他摆明了就是在整我们，你答应他干嘛呀？普儿，再忍忍，等咱们拿到钱，你想怎么出气都行。哎，行，臭娘们儿，老子就让你再多活一会儿。哼，兄弟，我尿急，需要去方便一下。这马上都出发了。不行啊，兄弟，刚才被吓那么一下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先走了。风平雪柱，山神请路，今义博祭，
重新上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谢老二说是放殿下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还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，耽误老子打牌赢钱，老子回来非教训他不可。他去了多久了？估计得有5分钟了。他就说去尿个尿，按理来说也该回来了呀。擅自脱离队伍，惹怒了山神，估计永远都回不来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说他怎么尿个尿，这么久还不回来，会不会真是惹怒了山神，回不来了吧？臭娘们儿，你别在这吓唬我们啊！真当我是被吓大的，老子不信。谢虎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试试，我不拦着你。你他娘的！你不就是想等我脱离队伍，到时候不给我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要是不离开，就给我闭嘴！你他娘！行，臭娘们儿，你等着，等拿到钱，老子非弄死你！赶紧去找他，找到他，让他赶紧回来。哎，赶紧去啊！告诉他，耽误老子打牌挣钱，等他回来，我弄死他！快去！好，我这就去。我还没找到谢老二，真是废物，真给老子耽误时间。擅自离开队伍，触怒了山神，估计已经丢命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呀？你还真相信这个臭娘们啊？是，不管他了，废物一个，真是死了也是活该。我们继续拿着祭品进山，走。没事的，别听谢云瞎说，说不定谢老二就是迷了路，天一亮一准就摸回来。哦，好的。我再警告你们最后一次，不得擅自离开队伍，否则触怒了山神，大家都要死在这里。不是，你个臭娘们，你话怎么那么多呢？赶紧的，抬着祭品进洞。谢虎，你行事如此鲁莽，视他人的性命为无物，迟早就会惹怒山神，到时候一定会死在山神的手里。好啊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敢咒我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舌头割下来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咒我！哎呀，侄女儿啊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我们家虎子脾气不好，那牛脾气真要上来了，我可拦不住。咱们还是赶快进洞祭祀要紧，这祭祀可不能半途而废，不然山神会惩罚我们的。那就让你儿子闭上他的臭嘴，否则山神震怒，所有人都要死。你准备出发。等一下，大哥，你又干什么呀？之前说的抬祭品进山，1人10万，可现在咱们少1个人，也就是说，对呀，你看这山洞里路本就不好走，刚才还又少1个人，你看我们还要抬着祭品，还要3步1叩首的，那就更辛苦了。你们什么意思？要继续抬祭品进山也可以，得加钱。对，我儿子说的对，你得加钱。我已经给了你们每个人10万，还答应赔偿医疗费，你们竟然还不满足？那我可要说道了，1人10万那是抬祭品进山的价钱。医药费3步1叩首，我们也答应你了。现在少了1个人，说明我们多得出一份力。你自己说说，是不是这个理？哎，龙儿说的对，侄女儿啊，你提的条件，你看我们都答应了，你一个大老板，不会不讲理吧？没错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。你看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得加钱。对，臭娘们儿，你得加钱，要不我们就把这祭品给扔在半路。你不是老说那什么山神会震怒吗？哎，我们要把这祭品扔在半路，你说山神他会不会怒呀？你们要是敢把祭品扔在这里，惹怒了山神，大家都会死。谢云妹妹，我们可不信这山神山鬼的。你今天要不加钱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侄女儿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你说你们家那么多钱，与其带进棺材里，不如拿出来给咱们自家本家人分一分，你说是吧？再说了，你一个赔钱货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赶紧把钱拿出来给我们分了。你们要是敢这样做，大家都会死在山里的。哼，谢云，我谢虎最不怕的就是吓唬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侄女儿放心，我们也不多要，从1人10万涨到1人2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胃口可真大呀，就怕到时候你们吃不下。吃不吃得下，我们自己知道。别废话，赶紧拿钱。1人2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钱我可以给，但山神最恨背信弃义之人，就怕这钱你们有命拿没命花。臭娘们儿还敢吓唬老子！你要是再敢给我多嘴，信不信我一人加的30万？谢云妹妹，你这是被逼急了，只知道逞口舌之力有什么用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别说话了，还是赶紧赶路吧，时间不早了，不能把谢云逼得太紧了，等会儿找机会直接让他加到50万。风平雪柱，承邪祭礼，山神息怒，重新上路。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呀！啊，这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谢大强，你做了什么？谢大强，你是不是又偷偷抽烟，把祭品都点了？我没有，刚刚准备要走的时候，这祭品突然它自己又烧起来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爸，这不是你点的，难不成还是鬼点的呀？不是鬼，是山神，是山神烧了祭品。臭娘们儿，你别在这吓唬我们啊！谢虎，你给我闭嘴！谢大强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山神不能原谅的事情，才烧了你手里的祭品？这好端端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自己收起来？难道真的是山神显威了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！谢大强，你已经惹怒了山神，赶紧跪下来给山神认错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死！谢云，你别在这胡说！谢大强他老实了一辈子，就算真有人触怒山神，也不可能是他谢大强。大家都不必紧张，虽然贡品自燃确实比较奇怪，但特定情况下不带祭品，就连人也有可能燃烧起来。对，臭娘们儿，你别吓唬我们，不就是一个破祭品吗？这还有这么多祭品呢！不管那么多了，先赶路，走。哎，是，这可能就是一个巧合，咱们赶紧还是继续赶路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自燃的祭品就是山神下的最后通牒。如果还没有人站出来赔罪，等到祭品全部烧完，就代表山神不会原谅我们。到时候山神一定会降下罪责的。臭娘们儿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？少在这装神弄鬼！谢云妹妹，你别在这吓唬我们，这祭品就是碰到了沼气，自然燃烧起来了。这种事情概率非常小，不可能出现第二次了。我说侄女儿啊，你看大强他就是个老实人，平时老实巴交的，这一路上你都看到了，他根本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就算真有人触怒山神的，也不可能是他，对吧？对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山神的任何事情。如果我有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！真的有雷啊！谢大强，你看，山神要下来劈你了，还不快磕头谢罪啊！山神息怒，真的不是我呀，你可不要劈我呀！爸，这不就是一声雷声吗？瞧给你吓的！谢大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一个雷都把你吓成这样，站不起来了，真没出息！爸，我都说了，这是自然现象，况且我们在山洞里，雷不可能劈到这里。嗨呀，我站一天了，腿软没站住，跟雷有什么关系啊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等到祭品烧完，你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。到时候你们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，都别想活着出去啊！行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祭品安全送上山。咱们还是继续赶路吧。再偷偷抽烟，把祭品点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芳儿，真的不是我，这祭品是自己烧起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爸，你就别撒谎了，难不成这还真是山神烧的呀？真的不是我。
烧起来了！又烧起来了！真的又烧起来了！这让谢云说中了，这就是山神的最后通牒啊！这没道理呀、这祭品自燃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出现第二次啊！难道真的像谢云所说是山神烧的？臭小子，说是不是你收了谢云的钱陪他演戏呢？我没有啊！我之前我都不认识谢云啊！而且你一路上也跟着他，我怎么可能收他的钱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是山神下的最后通牒。如果祭品全部烧完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触怒山神的人，留下来磕头赔罪。他娘的，难不成真的是山神烧的？不行，再这么烧下去，我的钱就拿不到了。就按谢云说的，先推出去个替死鬼，让他去给山神赔罪吧。放屁！如果不是你做了手脚，这贡品怎么可能会烧起来？难不成是你惹怒了山神？对，要么是你做了手脚，要么是你惹怒了山神。我没有啊！我承认我这一路借钱眼开，但是不管是借钱还是讹谢云的钱，那都是你们先做的，我才跟着做的。其他事情我都按规矩来的呀！你空口无凭，你一个人一直跟在队伍后面，偷偷做了什么？我们又看不见。对，我现在怀疑啊，谢老二也是他杀死的。啊，对，今天你一直跟谢老二在一起，刚才你还出去找了他，是不是你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暗害了？不是我，谢老二他真的是自己去接手才消失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现在口说无凭，你自然说什么都行了呀。就是啊，你说的，在场的谁能证明？没人证明，那就是你惹怒的山神。哼，还不承认是吧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！谢大强，我跟你们一家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们这么针对我，我看心里面有鬼的是你们才对。我看心里面有鬼的是你们才对。你这意思是我们一家人惹怒山神了，还想拉我们一家下水？没门！肯定是你惹怒了山神，赶快出来给山神赔罪！祭品在我手里烧的，就是我惹怒山神。那第一个祭品还是在谢大强手里边烧的，你们怎么不让谢大强出来给山神赔罪啊？你胡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分明就是山神想烧你的祭品，不小心烧错了，烧成我的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祭品明明是谢老二抬的，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是吗？你是想逼我动手吗？哎，侄女儿，你看，这惹怒山神的人已经找到了，你说怎么处置他才能平息山神的怒火呀？自然是需要找到触怒山神之人，让他留下来赔罪，然后驱逐出队伍，等待山神的惩戒。听到没有？赶快出来给山神磕头赔罪，祈求山神的原谅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我认错！你要是连累我拿不到钱，我他妈就弄死你！好啊，你们一家都针对我，想让我一个人在这等死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！谢虎，要是得罪山神，那也是你得罪的，是你撕了山神留下来的石推，也是你私藏了山神留下来的买命钱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谢龙压根不符合上神祭拜的年龄。住口！事到如今还敢胡说八道！虎儿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让他闭嘴。谢伯，你大胆！这里是山神脚下，谁给你的胆子私自处理祭祀之人？侄女儿啊，你也看到了，是这个人触怒了山神，还乱说话，想拉我们一家下水。这我让虎儿给他点颜色，这很合理吧？对，我刚刚就是轻轻推了他一下，是他自己没站稳，自己摔下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可以作证，是他自己脚滑才掉下去的。对，要我说呀，他坠崖跟我们虎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分明就是山神对他的惩戒。对，我爹说的没错，是他自己惹怒了山神，山神对他的惩戒，跟我没关系。侄女儿啊，你看，这已经找到了触怒山神的人，山神已经惩戒过了，咱们是不是继续抬着祭品，赶快进洞吧？哎呀，你看，这耽误的时间也不早了，这天色马上就要亮了，咱们还是继续赶路吧。对呀，
你要是再耽误时间，就得再给我们加10万。我爸说的对，你要不想走，就再加10万，我们现在就下山。闭嘴！我再警告你们最后一遍，马上就要到山神的居所了，如果你们不遵守规矩，一定会受到山神的责罚。切，装神弄鬼，又吓唬老子！谢胡，尤其是你，如果再不遵守规矩，必定会死无全尸。你他娘的！好，放心啊，放心，我们一定遵守啊，一定遵守。行，我遵守。臭娘们儿，等我拿到钱，一定让你100倍偿还。你看，行了行了，既然都处理好了，咱们还是继续赶路吧。终于到了，他们累死老子了。3步一叩首，真他娘的累！要不是为了钱，谁会来这破地方？这里就是山神的居所，所有人跟我一起诚心祭拜。如果让山神发现你们有些人心不诚，那我们就会都跟着一起遭殃。还祭拜个屁啊！臭娘们儿，还装呢！老子不奉陪了！这么多东西都给你带过来了啊，赶紧给钱！就是侄女儿，我们把东西已经给你抬上来了，这钱你也该给我们了吧？契约上可是写的明明白白，等所有人祭拜完成之后，下山再给钱，不是现在就给。老子才不管什么契约不契约了啊！费那么大劲把这些贡品给你摆上来，你要赖账是不是？谢云妹妹，之前都说好的加钱，那个契约上面早就不作数了。就是，老子也不管你什么契约不契约的，反正这些贡品给你带上来了，你必须得给钱。就是啊，侄女儿，我们就是帮你把祭品抬上山，我们也不祭拜山神，你拜你的，把钱给我们，我们互不影响不就行了吧？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给老子钱啊，否则我就把你这些贡品全部砸坏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祭拜山神。谢胡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里是山神的居所，你要是胆敢破坏祭品，山神绝对饶不了你。少他妈跟老子废话啊！这一路你说了多少遍了？山路上那什么蛇蜕，老子给他撕了，买命钱老子也收了。要是真有山神，我会活到现在吗？谢胡，你已经惹怒了山神，山神马上就会现形，到时候你必死无疑。谢云，你该不会说这个雷也是山神弄出来的吧？同样的当，我绝对不会上第2次。少弄这些糊弄小孩的把戏啊！我们才不会上当呢！我就问你，给不给钱？侄女儿啊，我说你还是把钱给了吧，万一虎子把这祭祀品给你弄坏了，你这祭祀可都进行不下去了。这钱嘛，在这儿给到山下给，它不是没啥区别吗？对呀，谢云妹妹，你把钱给我们，我们又不影响你祭祀，两全其美，对吧？臭娘们儿，赶紧决定，要不然我就把你这些贡品都给你砸了。嘿，住手！还束什么手啊？给钱！等拿到钱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这张卡里面有足足100万，够你们一家4口的报酬。快给我！谢虎，想要钱就把你的臭脚给我拿开，然后把祭品给我摆好，再诚心的向山神磕头认错，不然我就把这张卡给毁了。等！哎呀，侄女儿，别冲动啊！虎，赶快按谢云侄女儿说的话去做。妈，我不跪。弟弟啊，为了这100万，你就跪下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钱马上就到手了，你多忍了一路了，你不差这一会儿，先拿到钱再说。妈什么妈？你这个败家子，让你跪你就赶紧跪，快点跪下给山神赔礼道歉。去。哎呀，山神在上，您大人大量，小儿顽劣，还请原谅啊。妈，我跪完了。臭娘们儿，跪我也跪了，可
磕我也磕了，该给钱了吧？哎，谢云妹妹，你不会拿一张假卡骗我们的吧？什么？银行卡还有假的？臭娘们儿，你要是敢拿假卡糊弄我，我就弄死你！密码6个4，是真是假，查一查就知道了。嘿，嘿，哈哈哈哈，真的100万，可真的有100万呀！太好了，我要发达了！妈！谢云，你还真是没脑子呀！为了这鬼神传说的山神，你连100万都能给啊，真是好笑！赵芳，你说我可笑，相信这些鬼神之说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当年为什么要把我偷偷的献祭给山神？你怎么知道当年的事情？谢云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当年是你爷爷带着你爸还有你，把我们家的钱都卷走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要不是当年你爷爷带着你们全家逃走了，我们家也不至于现在这么穷。你倒好，到现在了你还敢胡说八道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放心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说你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反正钱我们也到手了，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。我现在就弄死你！谢虎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谢云妹妹，你可真是个白痴啊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荒郊野岭的，哎，把你一杀，随便找个地方一扔，谁知道啊？跟你爸妈一样蠢。果儿，赶紧把他收拾了，咱们下山取钱去。好嘞，妈，我一定会快点的。你们就一点家族亲情都不顾吗？哼，亲情？当年你爸妈敢反抗我们，自从你爷爷带着你们全家逃走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一点亲情都没有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承认当年的事情了？承认又如何？谢云，今天你就会死在这儿，等你死之后，谁会知道这些事情？你们果然都是畜生！爸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现在我就弄死他！小云乖，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。好，谢谢爸爸。海涛爹，不要老是给孩子买糖吃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女儿这么可爱，就应该多吃糖，是不是啊？啊！谢谢爸爸。谢虎，杀了我，你就失去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难道你就不好奇，当年我爷爷带着我们一大家子人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是怎么后来成为了身价几十亿的富豪的吗？几十亿啊！我的天哪！难道你爷爷真的有什么发财秘籍？对，当年他们家也是穷的叮当响，现在有这么多钱，肯定是有什么办法。行，臭娘们儿，赶快把你爷爷发财的秘籍告诉我们，否则我就先卸你一条胳膊。让我说也可以，不过你们要对着山神发誓，知道了之后不会伤害我。先答应他，拿到发财的方法之后，照样可以弄死他。好，只要你说的方法有效，我可以放了你。那就去跪在山神面前，向山神磕头发誓。山神在上，我们发誓，只要谢云交出发财秘方，我们就放了谢云。侄女儿，
我们已经发过誓了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当年我爷爷就是祭拜了山神之后，获得了一笔财富，这笔财富不断积累，才形成了后来的谢氏集团。所以，祭拜山神就是一次发财的机会。我说谢云，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这种鬼话你也相信呀？我估计这就是你爷爷编了个故事骗你呢。就是像这种故事，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，也就你这种白痴才会相信。不过我们还得感谢你爷爷编故事骗你，要不是你爷爷编故事来骗你，你脑子不好使相信了，我们还拿不到这100万呢。臭娘们儿，我当是什么高明的方法呢？原来啊，就是这种哄小孩的把戏呀。就是，早知道是这样子，我们就不会相信你了。我看他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？早知道你拖延时间，我刚才就应该弄死你。对。金子是金子！哎呀，真的，是真的！哎呦，这好大一块金砖，这价值不少钱吧？这块金子至少5、6斤，估计得卖到100多万呢。这不比我们上一趟山挣得多吗？谢虎，把金子给我放下。哎，我才不给你呢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山神给我的赏赐。谢云妹妹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这金子既然落到我们手上，你以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臭娘们儿啊！你说这金子是你的，就是你的了。来，你叫他一声，你看他答应吗？老子捡到的，那就是老子的。这是山神给我的赏赐，你要是敢抢，山神绝对不会饶了你。操！老子倒要看看这山神我你们也都看到了，这金子真是从山神嘴里吐出来的。难道拜山神真的可以实现愿望？那这谢云没有骗我们，这不科学呀妈！哎呀，哥，都这个时候了还管什么科学不科学的？只要能给老子钱，老子就信。对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不就是磕几个头吗？试试。不就是磕几个头吗？试试。来，多给点金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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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金子呢？怎么还不见金子飞出来呢？哼，我说就没有这么邪门，一定是谢云搞的鬼。臭娘们儿，为什么我们祭拜了却没有金子呢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们几个心不成。再说，这些祭品是我花钱雇你们搬上来，是我的祭品，你们几个连祭品都没有，山神怎么可能会赏赐你们呢？妈，这臭娘们儿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好像确实有几分道理啊。可是我们也没有拿什么祭品啊。哎，妈，你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可以把活人当成祭品呢？我们既然没有祭品，那我们可以把人当祭品呢？哦，虎儿说的没错，这要是用活人当祭品，可比这些祭品规格高很多呀。这山神也会给我们赏赐更多呀。臭娘们儿，你的嚣张到头了！你这个赔钱货，当年你就应该为了我的龙儿和虎儿去死，现在让你多活了这么多年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你们一家4口居然还是这个德行！当年因为你的2个儿子生病，你就要把我献祭出去，现在你们为了钱又要再次把我献祭，果然都是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生！骂吧，
你就继续骂吧，只要能拿你跟山神换钱，你随便骂都行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能为了我们谢家牺牲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当年你爸妈竟敢反对我，要不是我好心留他们一条命，谁知道你爷爷半夜带着你们一家全跑了。就是，当年要不是因为我2个儿子命大活了下来，你们一家人都是谢家的千古罪人。就是因为被你们打伤了，我父母在逃出去之后没有多久就伤情恶化去世了，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。那是他们活该，你不就是一个女儿，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能为我们2个儿子牺牲，他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谢云妹妹，你放心，你死后我们会给你立个坟，以后过年过节，给你多烧点纸钱。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现在就把他送去当祭品，我有花不完的钱。臭娘们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的好侄女儿，你该不会以为这雄黄粉能救你吧？这雄黄粉不过是驱赶蛇虫的玩意儿，对我们可没什么作用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是驱虫的雄黄粉，山神最讨厌这种东西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拿我祭祀的话，山神一定不会满意的。你个臭娘们儿，你敢挡着老子发财，老子弄死你！如果你们再敢动，我就把这雄黄撒到你们身上。就算你们诚心再大，山神也不会奖赏你们的。我操你娘的！你是个贱人，你敢挡着老子发财！谢云，你这个赔钱货，竟然为了你自己的性命，不惜牺牲我们谢家几代人的财富！哎呦，造孽呀！你个小畜生，到手的钱就因为你给毁了，你赔偿我们！谢云妹妹，你这都已经逃不掉了，干嘛不成全我们呢？就是。亏你们几个说得出这种话，骂你们畜生，简直是侮辱了畜生这个词。你们简直是畜生不如的东西！臭娘们儿，你已经让我们损失了很多钱了，现在，除非把你爷爷那个什么谢氏集团里所有钱转给我们，否则我就让你死在这山上。对，你爷爷不是有几十亿的资产吗？必须全部赔偿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就杀了你。按血脉来说，我们才是谢氏继承人，你爷爷留的钱本来要传给我们的，而不是留给你个赔钱货。没错，我才是谢家的长子长孙，你爷爷所有的财富都应该由我来继承。云儿，我知道你一直想为父母报仇，爷爷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是希望你能再给他们家一次机会。如果他们能够改过自新，爷爷希望你能够饶他们一命。爷爷放心，我会给他们一次机会的。毕竟都是一家人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人过了这么多年，不仅不知悔改，甚至更恶毒了。尤其是他的2个儿子，简直连人性都没有。嘟囔什么呢？赶紧给钱，否则我就弄死你！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山神祭祀主要是看诚心，除了用祭品，也可以用血祭。你们只要割破手掌，将血滴在这祭品之上，也可以。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好像确实有这个说法。妈，真的要把手割破滴血啊？你们一家果然都是外强中干的软蛋，连割破手掌都不敢，还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简直是做梦！给老子闭嘴！我们谢家的男人哪个害怕了？就是，老子连山里的熊瞎子都不怕，我会怕这点疼？哼！哎，谢龙，你个废物，赶紧过来！就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的手啊！我的手啊！别他妈吼了，赶紧进门，老子还等着拿钱呢。
显灵了，赶紧继续办，快快快！谢龙、谢虎、赵芳、谢大强。山神在上，我们诚心祭拜，希望您能答应我们的愿望。山神大人，我想要一辈子的荣华富贵，我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请您实现我的愿望啊！请山神成全。你们几个人的愿望都是财富，但我只能实现你们其中一个人的愿望。山神是什么意思呀？妈，山神的意思好像是说，这钱只能给我们其中一个人。哎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让我来。谢大强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一家之主？这么多年，你这个废物给家里边挣过多少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外边养的还有姘头。这个钱要是到你手里边，还有我们母子什么份啊？赵芳，你妈说的没错，这钱应该给我，我身强体壮的，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。哎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这钱要是给了你，就是肉包子打狗，又拿去赌博了吧？对，这钱不能给你，我可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这钱给我才能发挥最大的用处。啊，不行，谢罗，这么多年，你别以为妈不知道，要不是家里没钱，你是不是早就跑到外面不回来了？这个钱要是你拿着钱不回来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么多年，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我在操持，这个钱我拿着是最合适的。不行，你光说我们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么多年你往你娘家寄了多少钱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钱你一分都不能往你娘家寄，这钱给我，给我，这钱必须我拿着，我拿着，钱是我的，都给我啊！够了，再这么挣下去，这钱一分钱都拿不到手里边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家不管谁去拿到这笔钱，必须4个人平分。好，我同意妈说的话。行吧，那就这样定了啊。虎，你去，赶紧拿到钱再说。好嘞，妈，放心，拿到这钱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平分的。山神在上，请实现我的愿望，我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虎，是不是你心不够诚？再来一次。山神在上，请实现我的愿望，我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怎么没动静啊？是啊，是不是我们刚才争论的时间太久，山神等得不耐烦了？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山神早就满足我的愿望了。同意你的愿望，还有我们什么事啊？妈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咱们的金子呢？我已经听到了你的祈愿，并实现了你的愿望。我的愿望实现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我打牌终于不用发愁钱了。哎，不是说我们愿望已经实现了？这钱呢？这金子呢？就是呀，刚才谢云祭拜的时候还有金子飞出来，我们怎么没有啊？谢云，你个臭娘们，是不是又你搞的鬼？哼，没脑子的东西！这么多钱换成金子，砸也砸死你别给我搞什么哑谜啊！快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拿到钱？要不然我就弄死你！这么多钱，山神怎么可能都给成金子？当年我爷爷祭祀之后得到的就是一张支票。你的意思，这些钱以其他形式已经发给我们了？妈，你把银行卡给我拿过来，我查一下。哎，拿来吧你！哎，我查到了，1个亿！哎呀，真的有1个亿！像之前的100万，现在有1亿100万！哎呀！1个亿呀！1个亿啊！我终于不用发愁钱了。这钱妈先帮你保管着啊，等下了山，妈给你们平分啊。妈，要不这银行卡还是我拿着吧？咱不是刚才都说好了吗？有我雪，自然也应该由我保管的。谢虎，你把卡给我。就你这个德行，
这卡落到您手里边，恐怕又要去赌博了。爸妈，这银行卡给我吧，哎，我保证下山后会给咱们请分的。哎，你这个孽障，你要干什么？果儿，听妈的话，把刀放下。我不管，现在抢我的钱，我去跟谁没完？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了钱，你连你爹妈都不认了吗你？爸，爹，那卡里可是有1个亿呢，咱们4个人平分，1人2500万，咱们这辈子都花不完，何必在这争呢？对对对，你哥说的对，果儿，先把刀放下。你们说的都对，那我也不管，这卡下山前都得给我保管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干什么不行？小子，我警告你啊，到了山下这个钱，你如果敢私吞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行了行了，有什么事儿下山再说吧。臭娘们儿，要不是你挑拨，我们一家人怎么会争成这样？害得我也动了刀子，都是因为你。钱已经拿到手里边了，留着它也没什么用，不如把它留在山里吧。你们说，哎，把谢云洗干净了，再献祭给山神，我们会不会多得到1个亿呀？肯定可以，还是我龙儿聪明。好主意，那就这么干。你们一家人已经拿到了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为什么还要对我动手？谢云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个臭娘们儿！之前要不是因为没拿到你的钱，会把你留到今天吗？谢云妹妹，不好意思，你说谁会嫌自己钱多呢？哎，为了我们的荣华富贵，就牺牲下自己，我的心里会永远记住你的。谢云，你就是一个赔钱货，生下来就应该为谢家血脉牺牲。当年让你跑了，今天我看你还往哪跑？那个爸妈简直就是个蠢货，为了你这么个低贱的女儿，把自己的命都送出去了。我今天就送你们一家团聚！你们一家人简直是无药可救，你们这样做，难道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臭娘们儿，我谢虎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穷。谢云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们下山之后一定会给你请一个戏班和和尚，到时候好好送送你。蛇！这哪来的蛇？快救人啊！哎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蛇应该没有毒，过2天应该就好了。谢大强，真是老天有眼，没想到你的报应这么快就来。你放屁！臭娘们，不就是被蛇咬一口吗？我们谢家村的哪个没被蛇咬过？就是条无毒蛇，不会出人命的。谢虎，你以为我说的报应就是被蛇咬吗？你当着山神的面杀害了他的后代，山神不仅不会再给你们赏赐，甚至还会把之前给的赏赐再收回去。啊！我钱呢？我钱呢？看来我说的没错，你们的发财梦该醒醒。谢虎，都是因为你，你为什么要杀掉这条蛇？1个亿，那可是1个亿呀！虎儿啊，虎儿，你说说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我就是让你救你爸，你怎么把蛇给杀了？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我们家全败在你手里边了！你这个废物，从小你就偷奸耍滑，长大了你又染上毒瘾，把我们家的钱全都赌光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钱，你又祸害掉。你看我今天我不揍你我！大强，醒悟了，虎儿这也不是故意的，别打他了。你滚一边去！今天谢虎成这样，还不是你这个臭娘们给惯的吗？今天我非要揍他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爸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为了咱家的荣华富贵，你就去牺牲吧。谢虎，
要虎，我他妈杀了你！哥，你们说我疯了吗？我没疯！爸，不是说我弄丢了那1个亿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把那1个亿给拿回来！山神在上，我谢虎愿意以我父亲谢大强的生命献祭，拿回那1亿，望山神开恩。回来了！我的1个亿真的回来了！回来了！我的1个亿真的回来了！妈，哥，我爸是被毒神咬了一口，蛇毒入体，本来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倒不如临死前给咱们母子3个人做点小贡献，你们说对吧？对，虎儿说的没错，你爸是被毒蛇咬死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呸！谢大强，你个王八蛋废物，从嫁到你们家没有过1天好日子，如今你死了，给我们娘儿俩留下一笔钱，也算死得其所。对，妈说的对，爸就是个废物，这么多年一直过苦日子，他现在为了我们2个儿子而死，他就应该的。好，那1个亿既然是我拿到的，那就应该由我重新分配。妈，哥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虎儿，你来安排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我没意见。你们一家人真是无药可救，儿子弑父，妈妈和哥哥为了1个亿居然包庇杀人凶手，你们一家人简直是死有余辜！臭娘们儿，我们家成为现在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拜我所赐？你们走到今天，全都是自己的选择。我已经看透了，你们都是一群自私自利，为了钱可以杀害自己的亲人，简直是畜生不如！你个畜生，你闭嘴！你如果早一点答应，把你爷爷的财产都给我们怎么会因为1个亿变成这样子？都是因为你！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谋划，你专门引导我们到这里，故意挑拨我们，自相残杀，对不对？我挑拨？我挑拨什么了？如果你们听我的，肯定可以安全回家，并且拿到这10万块报酬。说不定我还会真的给你们一笔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可惜你们不仅不听我的劝，还对我咄咄逼人，走到这一步，只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我不信！如果你真的诚心给钱，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明，还要等到现在？臭娘们儿，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我们还会信吗？你嘴里根本就没有一句实话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我已经拿到那1个亿了，现在我杀了你，或许你爷爷那几10个亿我也可以继承。虎儿，杀了他，让他去给你爸做饭。臭娘们儿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死的，我要好好的折磨你。对，虎儿，狠狠的折磨他，把他的衣服撕碎，让他在这装清高。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你们已经触怒了山神，山神马上就会来惩罚你们3个，一个都活不了。现在你还在吓唬我，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！啊！是山神啊！
珊，谢大强，就是我献祭给您的，您尽情享用。哦，如果您觉得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把谢云洗干净，献祭给您。您看。救命！大哥，救我呀！银行卡拿来，35，把银行卡给我。你。太好了，一个亿还在。龙儿，果然还是你反应快，要不然这1个亿岂不是跟着谢虎就进了珊珊的肚子里了？龙儿啊，打小你就最听话、最聪明了，妈早就知道你一定不是普通人。这1个亿，妈先帮你保管着。龙儿，银行卡给妈。龙儿，把银行卡给妈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就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就知道龙儿最乖了。龙儿，妈，你别怪我，我只能把你送给山神祭祀了。你个畜生！我是你妈。我妈？我拿你当妈，你有拿我当儿子吗？这么多年，你把心都偏在谢虎身上了，你有关注过我吗？你个没良心的，老娘什么时候偏心了？什么时候？我问你，我才是家中的长子，我是这个村唯一的大学生，为什么你把钱都给谢虎，让他还赌债？这时候，你有想过我是你儿子吗？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这些钱可以让我足够读完大学，足够让我结婚生子，我本来可以有个很好的人生，结果都是因为你，你偏爱谢虎，亲手毁掉这一切。谢龙，你个畜生！是老娘生你养你，要是没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了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，都晚了。我有了这1个亿，我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不得好死！杀了你，我就能独享这1个亿，说不定拿你的尸体献祭给山神，我还能再得1个亿。想骂我就让你下地狱再去骂吧。谢云妹妹，你别着急，等我杀死赵芳再来杀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在杀你之前，我不会浪费你的身段和容颜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享受完，再把你杀了。畜生，去死吧！我的眼睛！谢云，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！
呸！连亲娘都要害，你这个畜生，死有余辜！你们谢家的男人都是废物白眼狼，一个都靠不住。这1个亿都是我的了。少芳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张银行卡里1分钱都没有。不可能，这是我的钱，是我的，谁都不能拿走。谢云，这是你耍的手段，你把我的钱弄到哪里了？这是我爷爷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你1分都别想拿走。你胡说！我要杀了你，用你击败山神，挽回我的1个亿！赵芳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山神，这些都是我安排好的。不可能！明明来的路上，那些蛇退，还有那些钱，那都是山神安排的。其实你们一开始确实说对了，那些的确是我提前安排好的。不可能！就算那些你能提前安排，那场雪，那些雷呢？赵芳，你觉得我为什么非要3更半夜进山？就算那些是你安排的，那巨蟒呢？还有我们祭拜后银行卡上的钱，这都是山神显灵。赵芳，有时候一个人无知真的很可怕。不过你们一家人一门心思都扑在钱上面了，可能没有注意到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让你们用血祭，又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撒雄黄粉？这里是山神洞，最不缺的就是蛇，正是你们割破手掌散发的血腥味引来的那条巨蟒。至于这张银行卡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卡，钱一转进转出，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吗？至于那场雪，可能真的是山神显灵吧。你胡说，这一定是你在骗我的，你就是为了私吞那1个亿，一定是骗我的。谢云，这一切都是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话。赵芳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只想问问你，失去家人的滋味好受吗？为什么？谢云，你们都是血亲，你为什么要害死他们？你现在知道我们是血亲了。当年谢龙谢虎生病的时候，就因为这鬼神传说，你就要把我拿去献祭。你就是个赔钱货，为我的2个孩子牺牲，那是你的福分。身为血亲，为自己家人牺牲，难道不行吗？那当年被我父母发现之后，你把我父母打成重伤，害得我爷爷连夜带着我们一家3口逃离这个村子。我父母最后因为伤势恶化而死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是血亲了？谢云，你就是一个赔钱货，甚至都入不了谢家的族谱。当年你爸妈要是听我的话，又怎么会被我们打伤？你爷爷要是听我们的话，又怎么会带着你们逃走？是你害死你爸妈的。少芳，你可真是冷血，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畜生不如的话？怎么，我说的有错吗？要不是因为你爸妈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父母是真正的人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冷血的畜生。这天底下哪有父母舍得伤害自己的孩子，而不是像你一样为了钱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敢杀害。谢云，
你没资格骂我。就算当年的事是我和谢大强的错，我们该死。可当年谢龙、谢虎他们两个都还小，都没有参与当年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来，把他们害死？是你们一家的贪欲，害得你们自相残杀。你的2个好儿子，一个被自己的亲哥哥所杀，一个被你亲手害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敢说和你没关系？如果不是你设这个局，他们怎么会死？我设的局？赵芳，我问你，我是不是说过不符合年龄的人不允许上山？是你们贪财，隐瞒了谢龙、谢虎的年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今年正好22岁，谢龙和谢虎都比我大，他们怎么可能也是22岁？你这是狡辩，是你没有说清楚。赵芳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们家有一丝丝的收敛，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上山祭拜，根本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。而且我确实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对他们动手。就算他们隐瞒年龄跟着我上山，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就能拿到这10万块钱，并且安稳的下山。你放屁！你就是在胡说，你就是想害死他们的。他们不是死在我的手里，他们会死，是因为跟你、跟谢大强一样的自私自利，一样的贪得无厌，一样的没有人性，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谢云，你个小畜生！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死在你的陷害之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发生的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就算是化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一家人死于贪婪，死于无情，死于自己家人之手，这才是罪有应得。放心，我下山之后会报警，让人来给你收尸。谢云，我后悔当年没弄死你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。爸妈，云儿来给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安息吧。至于爷爷，我已经答应你，给过他们一家悔过的机会，是他们不知悔改，变本加厉。爷爷，你不会怨恨我吧？谢云，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，忏悔也没有用。我死后变成厉鬼，也要去找你索命。赵芳，你尽管来，我等着。这什么声音？这不是我安排的。蛇又来了，谢云，你也逃不掉了，你也得被蛇吃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之前看过，这洞里明明什么都没有的呀！是蛇，好大的蛇！是山石！切记，进山祭拜者年龄只能是22、35及48岁。虽说不服者进山，誓死无生，一定要遵守山神的规矩。切记，切记！爷爷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山神吗？神明之说源自我们的内心，心存敬意，才能约束我们的行为，压制我们的恶念。这些恶念一旦被释放出来，将会比鬼神更加可怕。爷爷，那场雪难道真的是山神显灵？
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紧急播报。关于谢家村特大巨蟒袭击案件，我们已经有了最新进展。目前进山祭拜的7人队伍已确认3人死于巨蟒腹中，1人死于坠山，另外2人仍旧不知所踪，只有1人获救。接下来就让我们采访这一位唯一的幸存者，谢云小姐是吧？能不能简单说一下，你们当时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遵循祖训上山祭拜山神，结果遇到了巨蟒袭击，队伍全部被冲散，我就自己逃了下来。其他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好的，感谢你的分享。目前警方依旧尽全力搜索失踪的2人，我台也会持续跟踪报道。